新婚第一夜點解會叫做入洞房呢？洞房大家都洞過啦，但係洞咗幾十年啦，10個有9個都唔知道入洞房係點嚟嘅。從古至今傳統嘅中式婚禮流程細節上都有些少差異嘅，但係拜嘅儀式基本上都相同。拜堂成親都一定會有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三夫妻交拜。咁拜完之後咧，就要送入洞房噶咯，咁樣先係叫做禮成，係咪？但係新婚之夜又點解會叫做入洞房咧？咁講起身又有段古咯。據說係嚟自堯帝同6仙女嘅傳說。咁相傳喺4300幾年前，堯未稱帝之前，曾經到內蒙古大草原巡查當地目錄人嘅情況。點不知咁啱得咁巧，遇到6仙女拎住把火把飄埋嚟。哇！當時候堯帝睇到眼都擎晒，俾6仙女嘅氣質所吸引，而6仙女亦都俾堯帝型英帥靚正嘅外表所吸引。咁兩個人一見鍾情，大家對大家都念念不忘。直到3年之後，堯稱帝去拜訪聖賢，路過姑射山黑龍潭嘅時候，俾一條大蟒蛇攻擊。喺危急關頭，忽然之間多得6仙女出手相救，打敗咗呢條大蟒蛇，仲救咗堯帝。堯帝當然係感激不盡啦，無以為報，唯有以身相許啦。咁好快，佢兩個就喺蛇仙洞呢個地方拉埋咗天窗啦。正正喺佢哋送入洞房嘅時候，忽然之間長雲繚繞，百鳥齊鳴，一束神火突然之間出現喺洞頂，光彩照人。可能係因為堯帝飲咗6仙女親手釀製嗰瓶鹿茸酒啦，當晚表現得好好，一擊即中。6仙女好快就有咗啦，仲生咗個慈姑椗出嚟，叫丹珠。自此以後，民間嘅老百姓就將新婚嗰間房叫做洞房，新婚之夜就叫做洞房花燭夜啦。至於第二個版本係同皇帝改變群婚制度嘅傳說有關。相傳喺最早期嘅時候都仲係群婚制度，即係夫妻雙方冇固定嘅伴侶，可以有好多個老公，可以有好多個老婆。後嚟皇帝打敗咗呢一位仁兄嘅名，普通話讀蚩尤，粵語讀蚩尤。蚩字係表示愚昧無知嘅意思，真係人如其名，係咪？後嚟皇帝打敗咗蚩尤之後，開始建立部落聯盟，佢決定要推翻，要制止呢一個群婚制度，推行一夫一妻制。但係過慣咗群婚生活嘅人，忽然之間去改變呢個風俗，點有咁容易咧？係咪？直到有一日，皇帝同大臣去巡查族人居住嘅洞穴係咪安全嘅時候，發現有一家人住咗3個洞穴。佢哋為咗防止野獸嘅入侵，喺四周圍都用石頭冧起高牆，淨係留一個門口出入嘅啫。當晚翻去，皇帝就諗咗個計仔咯。以後男女分配嘅時候，就要先召集各部落嘅群民嚟慶祝一下，舉行一個儀式。然之後再將新婚嘅夫婦送入事先準備好嘅洞穴，周圍都要封死晒嘅，淨係留一個出入口嘅啫。食飯飲水都由雙方嘅親人送過去，持續1到3個月啦。等佢哋兩公婆喺個洞裏面建立下感情，學下點樣生火煮飯，學下點生仔，學下點樣過日子。你冇話法啊！呢個辦法一推行之後，好多部落嘅村民都爭住為自己嘅女挖個洞、冧嗰埲牆嚟做婚房。慢慢大家就開始習慣呢一個一夫一妻制嘅生活咯。有咗洞房之後，群婚嘅惡習亦都逐漸消失。洞房亦都慢慢變成咗結婚嘅象徵啦。仲有一個版本嘅係同搶親嘅傳說有關。相傳喺某一個時期，如果見到人哋攞老婆，望到個新娘子又靚又索嘅情況之下，就可以去搶親噶。但係搶親嘅人通常都係一啲有權有勢力嘅人，所以俾搶親嘅人都覺得好無奈嘅吓。後嚟老百姓就諗咗個計仔啦，為咗防止新娘子被搶，喺結婚當日就會喺新娘子嘅頭冚住一塊布，遮住片面，咁樣咪睇唔到新娘子靚定醜啦，係咪？所以自古以嚟冚頭紗、蓋紅布就係咁嚟噶啦。又為咗防止啲衰人夜晚嚟搶親，新郎同新娘通常新婚之夜都唔會喺屋企住嘅，唯有揾一個山洞嚟過夜。等到新婚夫婦翻嚟之後，都生米煮成熟飯啦，搶嚟都冇意思。搶親嘅人好自然就放棄啦。
就係因為咁，老百姓就開始將新婚之夜叫做洞房之夜啦。咁3個版本，你又傾向於邊個版本多啲呢？但係無論邊個版本都好，都講明咗洞房嘅洞指嘅係新建嘅房子，唔好諗咩嚇。咁當時候係叫洞口山洞嘅嚇。咁呢一個就係洞房嘅由來啦。咁睇翻喺舊陣時，結婚都係奉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嘅。結婚之前基本上係冇點交流過就結噶啦。咁所以為咗避免結婚嘅時候尷尬，後嚟就出現咗鬧洞房嘅習俗啦。即係一堆人喺婚房入邊玩下遊戲啊，講下笑話，等對新人可以放鬆啲、熟悉啲。不過鬧洞房亦都出現過唔少過分嘅婚鬧喎，譬如話趁機搏懵、伸鹹豬手，又或者玩到過晒火等等唔文明嘅行為，將習俗變成惡習，係好可恥啊！所以大家要有分寸，凡事有個度，要尊重場合、尊重婚姻啊嘛。咁到最後送人生嘅4大喜事俾大家：久旱逢金雨，他鄉遇故知，洞房花燭夜，金榜題名時。洞房花燭夜都被列為係人生4大喜事之一，你就知道有幾咁重要啦。其實無論古代又好，現代都好，婚姻都要靠夫妻雙方努力去經營，先至可以營造一個幸福美滿嘅家。珍惜每一個入洞房嘅時刻啦。好啦，到最後想問下大家，你有冇見過過分嘅婚鬧行為呢？留言話我知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